太子进了内室，就见到皇后笑容满面的布菜。没错，就是布菜。太子揉了一下眼睛，怀疑自己看错了。他的母后，堂堂大禹朝的皇后，竟然亲自给一个小屁孩布菜。寻儿乖巧地坐在椅子上，由于不是宝宝椅，就矮了一些，用餐的时候没那么方便。皇伯母，寻儿要吃那个肉。好，太子没滋没味地拉来了一张椅子坐下了。真不是他和一个小孩争宠，是母后眼里已经没他了。他还没进来呢，几人已经开饭不说，母后一个眼神都没给自己。皇伯母，没有宝宝椅，坐着不舒服。宝宝椅？就是寻儿专属的椅子，高高的，我家就有的。皇后闻言立即对着徐嬷嬷吩咐：徐嬷嬷，让李父去荣王府一趟，把几个孩子乘坐的椅子带过来。是，老奴这就吩咐下去。皇上也没料到皇后会做到这一步，她似乎是真的喜欢小六家的孩子。小六和他那不靠谱的媳妇儿就这么一走了之，这5个孩子他得找个合适的人照顾着。原本皇后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，现在就有点犹豫。皇后啊，小六他们俩去了南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你说这几个孩子送到哪个宫里合适呢？皇上，您看把六弟家的孩子暂时先养在我的宫里怎么样？他们实在是可爱。坤宁宫这么多年没有小孩子住了，还怪冷清的。要不2个小姑娘住你这儿，3胞胎朕带走送到皇子所去。皇后看了一眼花花和小叶子，特别是看到花花的时候，心里没多少兴趣，她只是喜欢嘴巴甜的寻儿。恒儿看了花花一眼，这时候大声道：不行，我们和姐姐不能分开。恒儿说完，还偷偷地掐了一下站在椅子上嘚瑟吃饭的寻儿，也想让她拒绝。恒儿为什么要掐我？寻儿有乖乖吃饭呢。恒儿有点尴尬。好好吃饭，不要扭来扭去的。寻儿习惯了听哥哥的话，不再扭动，而是老实的站好。皇上意味深长地看了恒儿一眼，他又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。这个有主意的是荣王府的老二恒儿。哦，为什么不能分开啊？姐姐们住在皇后这儿，她会好好照顾姐姐们。你们去了皇子所，也会有其他的兄弟陪着你们的。皇伯父，那让姐姐和我们一起住在皇子所吧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能分开。皇伯父，我是喜欢坤宁宫的，皇伯母待我们极好，但我不能和弟弟们分开，在娘亲回来之前，我要照顾好弟弟。花花是想要住在坤宁宫的，她以后还要出宫，住在坤宁宫请旨出宫更容易些。皇上，不如把5个孩子都放在坤宁宫吧，臣妾都能照顾。皇上心里是有些打鼓的，若是皇后有坏心思，那小六家的孩子岂不是团灭？皇上私心里还是觉得把5个孩子分开更保险点，但是都扔在皇子所也不好，后宫的女人手伸进皇子所也很容易。皇上一时之间竟有些拿不定主意。哎呀，都是沈氏瞎胡闹，好好的干嘛要作妖，反倒是让他现在这么为难。这时候一个老太监走了进来。奴才参见皇上。可是母后那边有什么事儿啊？启禀皇上，太后娘娘听到荣王府的小主子们进宫了，想看看他们呢。皇上顿时开心起来，还是母后能为他着想。还有哪个宫有母后的慈宁宫安全啊？好，朕这就带几个孩子过去看看他老人家。等孩子们用完了饭再过去吧。皇后看着寻儿可爱的小模样，心里软软的。若是这孩子是自己的，该有多好啊！沈妃并不知道，暗中有个女人想要拐带她的好大儿。她此时和小福宝正躲在空间里看着外面的打斗。没错，他们遇袭了。他们的队伍休息之后，本想养精蓄锐，明早快些出发。谁料来了一队黑衣人，大概有20多人的样子，突然从密林中冲了出来。沈妃本想把唐之灵叫到空间里躲起来，但是朱坤鹏此时紧紧地拉着唐之灵，沈妃也没有办法。小福宝倒是不着急，毕竟才20多个小毛贼，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就这么点人，明面上的护卫队就能灭了他们。很快这些黑衣人都被制服了，死了16人，还剩下5个活口。谁派你们来的？官爷，别杀我，别杀我呀！老实交代，
否则你的脑袋可就搬家了。朱坤鹏见到危机解除了，也凑了上来，对着捆绑的人就是几脚。说，谁让你们来杀本世子的？哼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也不打听看看我爹是谁。唐之灵狐疑地看着朱坤鹏，难道这些人真是老朱的仇家，不是来找他的？唐之灵想到他这些年老老实实的待在京城，没有任何敌人，还真犯不着被人追杀。大人饶命啊！小的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有人给我们黑风寨送消息，说你们这支队伍有财宝，我们才来探探路的。探路？黑衣人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。不是，我们就是想借点钱花花。我们的队伍想必你们也看到了，就你们这20来人就想抢劫我们，真是痴心妄想啊！快说，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呀，你们暗中的人藏在哪里？王爷，世子，咱们要快点离开这里。这些人想必也不是主谋，我看是问不出来什么的。人全都杀了，然后立即离开。是，王爷。手起刀落，剩下的几个活口全都掉了脑袋。队伍调整好之后，众人都上了马，准备出发。队伍快速的前行，谁料只是走了几百米的距离，就看到了前面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。慢慢的，道路两旁的山上也出现了亮光。王爷，恐怕我们被包围了。该死的，哪里来的这么多人？我的命这么值钱了吗？唐之灵有沈飞的秘密武器，倒是不太担心，小命是能保住的。就是荣王府这些护卫还有朱坤鹏也不能有闪失。令策急忙调动护卫，把唐之灵、朱坤鹏和马车围了起来。众人也都亮出了兵器，看着山林中的人。慢慢的，山林中的人一点点的走近，为首的是个非常高大的人，骑在马上看着被围起来的人。你们谁是大禹朝的王爷呀？你是什么人？高大的男人想看看是谁发出来的声音，可是天太黑了，完全看不出来。王爷，那人看着不像中原人呢。小福宝躲在空间里也意识到不对劲，这次恐怕得通知藏在暗处的人了。娘，放我出去！小福宝是想出来放信号的，可是沈飞正趴在车窗看着外面的动静，根本没心思搭理小福宝。他听到令策说这些人不是中原人，眼睛就亮起来了。他兴奋地摸了一下手中的气枪，总算是能派上用场了。沈飞向唐之灵发出信号，谁料唐之灵没注意到，朱坤鹏倒是看到他了。你消停点，没看到大难临头了吗？哎呦，好你个朱胖子，一会儿要让你吃点苦头。沈飞瞪了一眼朱坤鹏，就不再看他，而是从车厢里钻了出来。沈飞一出现，就让对面的人发现了。荣亲王，我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同时一支箭嗖的一下射了过来，正对着沈飞的胸口。快躲开！沈飞刚钻出来，就感觉有东西射了过来，他快速的进了空间，箭直接穿过射到车厢上。沈飞快速消失，又立即出现，这让想叫住他的小福宝大急，他真的是在空间里急得乱蹦。沈飞出现的速度太快，众人就见到他身子一晃又出现了，然后还完好无损。围观的众人都愣住了，一时间场面竟然静悄悄的。沈飞不管别人，扛起气枪朝着左右山林就是2枪。这2声枪响可是给众人吓了一跳，包括王府的护卫。沈飞不管别人的呆愣，又冲前方开了1枪。那是什么？王子，小人也没见过，不过这东西听着声音响，啥也没有啊。沈飞发射的毒气自然的到了他们这上空就爆开了。不对，有一股香味。随着3声枪响，还有空气中弥漫的香味，让双方的人都有些怔愣。沈飞这时候立即发号施令：令策，咱们往后撤，快走！沈飞还没正式用过这次的武器，药效的时间不能确定，所以还是先跑为上。令策看着车厢上的箭矢，也害怕敌人再来一波攻击，立即调转方向，冲！活捉荣亲王！男人想提起大刀挥舞一下，谁料直接从马上掉了下来。王子，你怎么样？为首的男子正是吐蕃4皇子宗正达。杨世安，我们中了埋伏，该死的，我全身无力。王子，属下也是浑身无力啊！中原的汉人真是诡计多端。唐之灵等人快速的后退，跑了几百米之后，后面依然没有动静。再跑远点，远离这片山林。
去。你别瞎指挥，听令将军的。令策虽然也好奇后面为什么没动静，但是也不妨碍他支持沈飞的决定。听沈公子的。沈这个姓氏有点常见了，那王妃好像也姓沈。朱坤鹏向沈飞的下巴看去，想看看他有没有喉结，可是天太黑了，根本看不清。众人跑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终于是逃离了茂密的山林路，马车也都停了下来。令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王爷，后面不对头啊，竟然没有一个敌人追击过来。是呀，太奇怪了，我都看到了山林里的点点亮光了，山里一定藏了不少人。唐之灵看了沈飞一眼，知道应该是他做的迷药发挥了作用，于是看向沈飞。咱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那些人昏迷没？好，但是等我一下。沈飞直接钻进了车厢里，然后立即就进了空间。沈飞刚进入空间，就看到了气鼓鼓的小福宝。仔仔，你怎么了？灵儿，你没听到我喊你吗？刚才有一丢丢的刺激，没注意。小福宝在空间里急得跳脚，太着急了，喊的次数又多，小嗓子都有点哑了。仔仔，你喉咙怎么样了？哑了？没事。那就好。你呀，好好的待在空间里。娘还有正事要吗？沈飞急匆匆的去了实验室去拿解药了。灵儿，我不要在空间里了，我也想出去看看。也行吧，那就一起出来。沈飞抱着一个红色的透明罐子，带着小福宝出现在马车里。众人好奇地看着沈飞，不知道他怀里抱着的是什么。朱坤鹏正看着那红色的罐子，然后就见到马车上又钻出来一个小脑袋。荣亲王，你儿子怎么在马车上啊？朱坤鹏来回在沈飞、唐之灵、小福宝三人之间巡视。荣世子一直都在马车上？朱坤鹏想到了一路上他紧急发了2封信给荣世子，就好笑。荣世子也在车上，那荣亲王就不能和那小白脸有关系了。朱坤鹏想到姓沈这个姓，又仔细地打量沈飞一眼，他觉得这小白脸可能就是荣王妃。虽然想法有些大胆，但要是那小白脸是荣王妃，那就能解释得通了。朱坤鹏借着火光又看了一下沈飞的脖子，然后朱坤鹏迷惑了，这家伙竟然有喉结。朱坤鹏整个人都凌乱了，就连唐之灵在他身边解释什么他都没听清。唐之灵见朱坤鹏呆呆的，也不搭理他了。沈飞这时候拿出了红色解药，想给王府的护卫喝，可是众人都有些犹豫，主要是大敌当前，真的被王妃给药倒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沈公子，这药能不能不喝呀？听令君，你放心，别看这颜色有些怪，但喝了完全一点事都没有。沈公子，让下官一个人尝试吧。令策，我保证你喝了不吃亏，还能多子多福呢。令策一副慷慨就义的模样，一仰脖子喝了下去。沈飞满意了，又看向王府的护卫。你们也是，不要怕，我不会害人的。武丹、武阳、江二，快过来。3人倒是没有犹豫，全都一仰脖喝了下去。令策喝下解药之后，发现一点事儿没有，反倒身上还是暖和和的，让他感觉到了神奇。他是习武之人，从前也是有陈年旧伤的，可是喝了那红色的药剂，竟然有了缓解。好了，出来10个人随我前去打探敌人消息，剩下的人保护王爷和世子。是。于是令策带着10人快速地冲向了山林里。朱坤鹏见众护卫都喝了那红色的药体，来到了唐之灵身边。荣亲王，那东西是啥呀？你喝了吗？我不用。那我应该也不用。哎，你或许还真需要呢。沈飞，给朱世子来点。朱坤鹏是明白了，果然这个小白脸是荣王妃。来，喝吧。你的声音怎么变了？你真是荣王妃？沈飞自然不会告诉他，他有变声器。是我啊，来凑凑热闹。朱坤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还是你们2口子会玩啊。他承认京城第1纨绔的名头给荣亲王了。此时小福宝出了空间之后，并没有立即发送信号，他也怕误伤。小福宝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，这一次是谁的手笔？他料想有人想对荣亲王不轨，但以为也是小打小闹，一些小毛贼罢了。可是现在大禹朝境内竟然出现了敌国的探子，他们是从哪个口子进来的？
是单州还是凉州？单州是老四在呢，龙右节度使应该不敢的，否则老四一封奏报就能奏到皇上那里。唉，看来河西节度使问题不小，就是不知道他本人叛变，还是手底下的人搞的鬼。沈飞此时正在给朱坤鹏看他逼真的人皮面具。你要是想要，我可以按照你的脸型给你做一个。至于我现在有的存货是没有合适你的了，你的脸太大了。却有点生气，怎么回事？虽然荣王妃说的是实话，但真的很伤人啊。你的王妃一直出口伤人的吗？不是啊，她从来都是实话实说呢。朱坤鹏哼了一声，真的是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。很快令策就带人回来了，他快步的来到小福宝身边。世子啊，林子里都是人，属下发现那人里有吐蕃人，而是对方这次的人手不少，属下估计晚上藏在密林中的得有数千人。小福宝已经猜测到了，从这个地点算起来，外族人只能是吐蕃了，突厥人可绕不过来。我已经猜到呢。令策，你迅速给京城送消息，让皇上撤了河西节度使范崇安的职，调查范崇安，其家眷全都严密监视起来。另外，让金昌镇守的将军卢志明接管河西。是世子。此外，中卫、银川等地都要严密排查，看看是否已经有敌军潜入，还有查清队伍中是否有奸细，看看是否有人通风报信，否则敌人怎么能做如此安排？让皇上在京城好好的查一查。我就不信呢，没有人里外勾结，有人就敢劫杀荣亲王，还能提前埋伏。此外，京城的刑部尚书陈昭和兵部尚书陈景都查一查，我倒要看看藏在暗中的人是谁。是世子。朱坤鹏在一旁目瞪口呆。令策回来之后完全无视唐之灵，直接向小福宝汇报，本来就让朱坤鹏奇怪了，现在听到了小福宝这么安排，还直接命令皇上，一出手就是拿下河西节度使，调查2个尚书，这口气是不是有点大呀？而且令将军还完全的服从了，就这么服从了。朱坤鹏现在觉得自己的脑子已经不会转了。沈飞在一旁也是探究的看着小福宝，摸着下巴喃喃自语：仔仔这口气怎么好像他才是皇上呢？